好，我是姚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我觉得我今天的妆好韩哦，天哪，怎么会画成这个样子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雷品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化妆的时候来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。感觉就画出一个有点韩的妆，看不看得出来我今天的睫毛膏是粉红色的？其实我觉得蛮美的。然后今天的眼影啊、眼线也都是偏紫色的，然后又穿一个这个粉红色的外套，就今天的眼妆感觉不是很重，所以就觉得有一点太清晰了，不习惯。然后又选了一个这个颜色的口红，不是那种非常非常饱和的颜色。我没有预计说我要画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完成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好像看起来应该还可以吧，就觉得颜色有点淡，有点不习惯哦。我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有点愚蠢的事情。我昨天在帮我妈染白头发，然后我没有戴手套，所以可想而知，你看我的中指是最惨的，惨到那个指甲缝都是黑黑的，大拇指也很惨。我觉得我今天就会很搞笑，哈哈哈哈！应该不会看起来很吓人吧？觉得，你的手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自己的唇。哎，我那时候想说，才一下下而已嘛。我上一次自己在家里染头发，还是我前男友帮我染的，我完全不熟悉原来染发剂这么的染色，而且过年要到了，应该是还要吧。我妈说什么洗澡洗个2次它就会掉了，我根本不相信。我还用去光水嘞，就只有变淡一阶而已。哎，好吧，那今天我要讲2022年的年度雷品，因为我上礼拜讲了爱用品嘛，那怎么可能只有爱用品没有雷品呢？但是因为我基本上买东西前我都会先观望一阵子，我都会先上网看一下评价。那如果是新出的话，我可能大部分的时候会硬是压下来，除非是我出门逛街看到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吧，买一下才几百块而已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雷品就是有冲动购物的，但其实基本上品项没有那么多啦。我觉得我还是算比较理性的，我觉得我的购买力应该是比一般人弱很多。那今天的品项就没有那么多。我觉得我上次好像没有讲几项，我就讲了超久的。我这次一定要加速。那我们也是先从保养品看起。那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轻松美肤的燕麦卸妆乳，它就是被我放在浴室里面冷冻了。其实这罐我买的是第2罐，第1罐我那时候是先请朋友在台湾买，然后帮我带去欧洲，然后回台湾之后我又买了1罐新的。因为我本来预计是想说卸妆乳我是要拿来只有擦防晒、只有化淡妆的时候用，但是我回台湾之后，我有用不同的洗面乳去洗掉它，因为它会有一股味道。用洗面乳洗完它，我还是觉得那个味道还是有在我的脸上，然后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没有被洗掉。然后每一次我用它，我就会觉得我鼻翼这边很多白白一粒一粒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这边没有去把它撸干净，它是长粉刺，因为我就搞不清楚那个油那个白白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它有把我的妆卸掉，但是洗面乳没有把它洗干净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困扰，就觉得它有点不太好用。但是轻松美肤的它就是追求它是不伤皮肤的，燕麦其实对皮肤是一个比较温和、比较天然的成分。我一直以来都是用一样的方法把它洗掉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种越来越难用的感觉。我后来因为又买了别的卸妆油，所以我今天就把它放在雷品里面。那第2项呢，我手边也是没有这个产品，那就是兰蔻的极光水。极光水我是去专柜，然后网络上吧有跟人家买过那个小瓶的，因为我也是想说先尝试看看，大瓶的买下去我不喜欢那就浪费。果然我用完那些小样之后，我就觉得
它太 overrated，就是大家夸它夸到一个不行，我就觉得在我的脸上就是感受不到它那个好。我每一次用完它之后，我都觉得我的皮肤有长东西，然后皮肤变得很不稳定。我知道它也有加酸，我知道它跟仙女水加的是不同的酸，基本上对我来讲，我是能接受水杨酸的人，但是它那个酸也就是一点点薄薄一层，就是激光水里面的酸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。我觉得每次上去，我的脸都有一点点痛痛，肤况感觉不是很稳定。我感觉我的皮肤没有特别喜欢这个产品，所以它也被我归类为雷品。第三项呢，我上次介绍了 YSL 的仙女水是我的爱用品，就是在同一个周年庆，我妈又帮我买了另外一个 YSL 的化妆水，它其实是叫能量露，也是这种贝壳光的瓶身，但是它是塑胶瓶。你看我到现在，我回国1年了，我还是没有把它用完。我好不喜欢它那个质地哦，它挤出来是这一种质地，就它有点粉橘粉橘的感觉，它推开之后就会有点水水的，但是我不喜欢它这个香味，因为我是把它拿来当化妆水用，然后我就是直接搭在手上，然后擦在脸上，没有用化妆棉，然后每次用完之后，我都觉得有一股膜的感觉。早上的时候，我喜欢我的保养品是比较清爽一点的，但是它有一种让我保养品变得很厚重，就觉得那个保养品没有吸进去。我觉得它有一点阻挡我后续保养品的吸收。哦，对，因为它在手上一定会有残留嘛，不知道它是把我毛孔闷住还是怎么样，就会觉得我特别容易流手汗。流手汗，再配上它这个香味，就觉得我的手很臭。如果我每次有用它的话，那我就还要再去洗手，就是我觉得我的手没有被保养到的感觉，因为它已经快要过期了，所以我就只好把它抹到我的前胸啊、后背，就是想要赶快把它用完，不要浪费。因为说真的，我也用到现在，我也不觉得它对我的肤质有什么帮助，我也无法喜欢上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 YSL 出仙女水一个这么好用的东西，然后要出一个这个，你这样子两个比较就对吧？下一个是阿玛尼的，它是那个修护水变乳的乳液哦。对不起哦，我这个丫头是我自己从别的精华液的瓶子拔下来用的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头这么大一个，你看它瓶身这么水，那我这样子倒下来，我整个就洒出来嘞，这样整个浇到我的脸上嘛。所以我就拿一个有滴管的别人的盖子拿来用它。我知道这滴管比较短啦，但是目前它还是吸得到，然后滴在我的手上这样子。我也是不喜欢它水变乳这种感觉，就有一个油腻感。我真的就是把它拿来当做最后一道茶，夏天擦我就觉得很油腻，然后我就已经不喜欢那个感觉了，所以我也是好一阵子没有用。那之所以可以用到这么多，就是因为我把它加进身体乳一起擦在我的身体上，因为前阵子冬天比较冷，身体乳比较不够力，我就把它加进身体乳里面，让它变比较油一点，去改善那个干裂。但是我觉得它用在脸上，我真心不爱我真的不喜欢它上脸的感觉。但它味道是真的蛮好闻的啦，就我不知道它这个价位，然后做一个这么，我对它无言。那下一项呢，我也是没有这个产品，因为我用完试用包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到50岁之前就不会再用这个产品了，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乳霜。这产品真的是，就我之前是去拿试用包，然后也有买过小样。它一个试用包我大概可以用5次吧。至于它质地怎么样，我有点不太记得了。我觉得感觉就很普通，就是霜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对它是有一个厌恶哦天哪，要从哪里开始讲起呢？我是在夏天的时候用的，睡前使用。我隔天起来，我的脸超油，是我用过的乳霜当中，隔天起来脸会让我最油的乳霜。哦，我真的好讨厌它那个早上起来爆油的感觉，从来没有一个保养品让我的脸这么油过。
所以我就是早上起来我就赶快要去洗脸。我想说啊，会不会是它跟我其他的精华有点打架？所以我隔天我就用了不同的精华液，然后再用它，还是一样，就是好油。我觉得比你吃完炸物脸还要更油的感觉。网络上一堆超好的评价，但我不知道我的脸就是消受不起吧，可能太贵太高档，我的脸有点吃不消吧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我在鬼扯淡啊。好，爆油就算了，抗老毕竟要长期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我脸没有修护，我睡前跟起床，我的脸的肤况感觉就是一样，没有任何的进展，然后也有长过痘痘。我就觉得天呐，这一个它比兰蔻那个玫瑰乳霜应该贵1倍吧，但是它的效果没有好1倍啊。哦，再来就是我好痛恨那个味道。我是一个可以接受保养品里面有放香精的人，如果产品好用的话，香精不会影响就是我对它的评价。但是它那个味道是你擦上去脸上，我可能再擦个护手霜啊，再划个手机，然后躺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味道还在我的脸上，然后是一股很刺鼻的化学味，它已经刺鼻到我觉得有一股那种塑胶味的感觉，然后那个味道久久散不去，就是要闻着那种刺鼻的味道入睡。而且我也有看过别人的评价，然后人家都说那个味道很香啊，好喜欢这个味道，但我就觉得大家闻不出来那个化学味吗？是我问题吗？还是那一包的试用包是有问题的？所以我就在网络上给了一个差评，而且它应该是我写过全部的心得文里面我给过最差的评价了。白绷带的话，我用起来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油，因为我不记得我对它的感想是什么，所以应该是蛮无感的。再来是欧舒丹的复活露，我也不喜欢它在我的脸上有一个成膜的感觉。我觉得它虽然是这个价位，但其实我没有在我的脸上看到它所说的那个效果。你可以看到我是已经把它用完了，没有错。但我也是不想要浪费，所以我就是把它抹在一些我也想要抗老的地方，这样子。你可以看到它原本满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原本是一粒一粒的精华。我个人是因为我有一直把它这样，然后把它那精华全部都用到底部，因为它的一粒一粒都会卡在它的瓶身上，最后呢，它就会到底部，然后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挤出来的，它就会卡在那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浪费哦。那些才是你需要的精华，然后就这样卡在底部。所以呢，我就倒了别的精华液进去，然后尝试着想要把那些黄黄的精华都挤出来，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喜欢它那个设计啦，用在我的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应该是不会再回购这一个。那接下来是彩妆品。第一项呢是兰蔻的这一个粉持久的粉底液，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到那么雷，我觉得它也是 overrated，就是网络上也是好多好评，然后也有人买超过1罐啊，然后只能有它这样子。我不知道我的皮肤是怎么样，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我真的爱到不行的粉底液。我记得前阵子我有先用过它的试用包，然后我就已经觉得，不是很持妆了，没有网络上人家讲的这么的持妆。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夏天吧，因为我的皮肤不习惯台湾的夏天，所以我用什么东西就是脱妆，戴口罩，出去外面太阳晒就是脱妆。然后现在是冬天，我就再次给他一次机会。然后我那天还是有出门，我还是有戴口罩，口罩一拿下来还是脱妆，而且反而不是口罩摩擦的这一边哦，是底下就这一块，我最容易这边脱妆，然后这一块就是很斑驳，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爱它欸。我今天的粉底也是用它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再感受一次它，我觉得它挤出来很水，然后一个香香的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我就是一样照惯例，先用手指磨开之后，然后我再拿粉扑把它拍开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干掉了。因为我最近肤况非常非常不稳定，我长了很多有的没有的痘痘，
但是虽然长痘痘，但是我的脸又比较干，开始要拿粉扑推它的时候就推不掉，就是开始一个印子一个印子这样子卡在那里，就是它让我要花一段时间去把它推开，然后推开之后，它的遮瑕度大概就是50%吧。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没有要带妆带那么久的话，就是我现在拍影片的话，我可以继续用。如果是要出去玩，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用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的脸上就是没有人家讲的那么持久，所以我就会有点害怕，我是不是口罩脱下来它又要斑驳了，还是我用错方法？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持妆方法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讲，我也很想要尝试看看，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它好用。现在大概过了4个小时，我都没有出门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底妆在我的下巴是白芝麻遍布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可怕、很丑？到底要怎么爱这个粉底液呢？那下一项呢，我是要讲我今天眼上的这个眼影。虽然这个眼影好像看起来有一点颜色，但是我觉得用它有点累。它就是这个安咪咪的小奶玉这个颜色。我有买另外一个04小花盒嘛，那个花盒我觉得那颜色就不错，显色度也很好。但是安咪咪这个小奶玉呢，我就觉得这颜色淡到不行连这个咖啡色也不太显色。我今天我觉得我的眼妆是有颜色的，是因为我先用这一个粉紫色，我应该是沾3次吧，沾晕沾晕沾晕，然后这个咖啡色应该也是沾了3次吧，就是需要这么多次它才可以这样显色，就觉得我画一盘画了好久。然后再来是用这一个亮片色，我之前有说过，就是我觉得这亮片色很干，然后我就一定要用手指头上妆，就是手指头上妆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均匀嘛。那如果我要用刷子来补一些我没有粘好的地方，就不太有办法。我觉得刷子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我的眼皮上。然后我也是用了这个腮红，但是这个腮红用在我脸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紫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没有一样紫吧？这个腮红上去颜色有点不太一样。唉，我喜欢紫色，但它的紫色真的好淡哦。而且我刚刚因为我是拿手指头用这个亮片色嘛，我就不小心拿我的手摸到这里啊，然后我现在这边就是亮亮的，然后它也会用手指头上妆的时候也会掉到眼下来，所以我的眼下也是亮亮的。它跟我的肤色又有点相近，所以就变得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让它在我的眼睛上很显色，所以这个我就很少用。那再来是这一个 Kiss Me 的眼线笔，它的眼线笔它是一个椭圆形状的，它上面写说原创设计的细椭圆笔芯，以平滑的椭圆面接触肌肤，比较不易感到疼痛。但是我觉得它非常不好上到我的眼皮上，就是我要一直撸一直撸，然后上起来很不均匀。是在手上的时候觉得它是滑顺的，但是因为你已经上了那些眼影啊，你脸上油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它不好上到眼睛上，就觉得以其他它 Kiss Me 它那些眼线液这一支的表现就弱很多。我画过一次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它用好，所以它也算是我的雷品。那下一个呢是爱杜莎的睫毛打底。我觉得睫毛打底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了。基本上睫毛打底对我来讲是让睫毛膏更不晕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很多睫毛膏就已经非常不晕了。那它能不能够让我的睫毛看起来更浓密，其实比较没有那么重要。因为现在市面上也很多浓密睫毛膏、纤长睫毛膏，所以我觉得睫毛打底是一个让你睫毛膏更持久的方式，它不会让你的睫毛膏乱晕。但是我觉得还有个缺点，先给你们看它的刷头是这样，长得像梳子，然后上面也是有一些纤维，就是会一条一条一条的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纤维没有撸好的话，它会掉下来。买之前是看一下影片，他说
这个睫毛打底是需要花时间，慢慢的把你的睫毛刷好，因为它这个虽然它里面有纤维，但是我觉得它并不会让你的睫毛变得更浓密，它还是一样，就是让你的睫毛细细的。首先就是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刷好，那你这样子，你还没有上睫毛膏诶，虽然它自己也可以当睫毛膏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它不会像是睫毛膏一样效果那么好。那第二，这一支真的是你要好好专心擦，我如果只是这样随便撸过去的话，它就会让我的睫毛再塌下来，那我何必擦它呢？我就直接去擦我的那个什么卷翘浓密睫毛膏就可以啦。用了几次之后就觉得，好像其实不太需要它诶。而且我也会使用眼影打底，那它已经可以防止睫毛膏不要那么容易的晕染。现在的睫毛膏也越做越好，越不容易晕染，所以它就对我来讲，它就越来越没有必要。那再来，我要讲一个指甲油，是 Solon 的，应该是那个果冻系列的吧。我其实特别想要讲的是这一个绿色的，我的妈呀！我要放一个照片在旁边，你看照片就会看到我的指甲看起来是多么的丑。因为我同系列的，我好像买了另外2个还3个吧。它有一个这个紫色的，因为它这果冻系列其实不显色，因为我的指甲很白，它可以去遮盖掉那个指甲太白的感觉，可以让它变得有点粉嫩粉嫩。所以我就其实蛮喜欢这一个的，就是一个自然的感觉。那这个绿色呢，我不知道它是单擦还是应该要跟其他的指甲油一起擦。你看那个图片，你不觉得我的指甲看起来非常的丑吗？除了它让我的指甲看起来很丑之外，如果你不是白皮肤的人，你跟我一样比较黄一点的话，你的整个手指头这边都会看起来脏脏黑黑的，就很丑诶。我就只画那2根手指头之后，我就把它冷冻了。不好意思，它真的是太丑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因为它同时间还有在出一个什么流沙系列的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这种贝壳光的橘色，我的天呐！我另外也买了那个紫色的流沙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贝壳光的感觉，还蛮美的。我觉得它在我手指头上面也看起来很丑诶，就它那个流沙根本不像它官网上面那样子的那么好看。我觉得它让你的手看起来很廉价，就是这个颜色配流沙，我觉得蛮不 OK 的。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指甲油很难买，因为基本上你不能试。我那时候真的是冲动购物，因为它那2个系列是新的，不太有什么试色啊，都是看一些网红的推荐，然后网红的手多美，根本就不准，所以我就买错了。那个系列除了紫色之外，其他都被我冷冻了，所以那个系列我不知道我不太推。你一定要去真的看到它的食品才有办法决定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有雷？说不定是你的蜜糖，我的毒药。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，跟确实回收。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，可以送人、捐给弱势团体、上网拍卖或是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要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。